我的公公布莱恩来到中国10天有余，昨晚差点进医院。咋回事呢？每次俺家这些外国亲戚来，都得我带着他们到处玩。这次我有点带不动了。大胖姐说：“没事，我来。我现在人民大学人民教师，我已经不是那个啥也不懂的傻老外了。”跟他爸说：“我给你当地导。”哎呀妈呀！我才发现最能坑外国人的还得是外国人自己。我们去什刹海逛老北京，有那种人力车夫当导游解说。大胖媳妇跟他爸一个车，布莱恩就说：“你跟我一个车，人家车夫解说了，谁给我翻译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呀。”车夫就启程了，开始沿途解说。路过一片楼，车夫师傅说：“这个呀是溥仪以前的马房，当时这里呀全是他养的清一色的汗血宝马，养了这么10天的马，汗血宝马呀。”大胖媳妇听汉语跟扎铁听英语是一样的，你说一长串东西，他就卡在他能听懂的那一个词儿上，剩下全靠猜。布莱恩说：“所以这个房子是谁的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宝马的。” This is owned by BMW. 布莱恩说：“4S 店呢？4S 店呢？”闹剧又被我们家带回了铁岭。我的公公婆婆大年30来到了我的爷爷奶奶家，我爷爷奶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。大胖媳妇问我：“我爸我妈如果想跟爷爷奶奶说感谢，怎么说好？”我说：“就说谢谢你的款待。”大胖媳妇就培训他爸去了。饭吃差不多了，布莱恩和温蒂突然要提酒，我爷爷奶慈祥的拿起酒杯，布莱恩和温蒂齐声对我爷爷奶说：“谢谢你的贷款，谢谢你的贷款。”他说你真开心了。我爷当时就懵了。我存折不都锁上了吗？我爷心想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境外诈骗。这素材扑面而来。我过年白天串门，晚上我都得熬夜记，脸都蜡黄了。幸亏我一直带着迷菇哈拉湿肤水，它对付我这种常年熬夜而发黄的皮肤问题最专业了。长期用还美白，温和不刺激，无论北京还是东北，皮肤都水灵灵的。布莱恩诈骗完我爷，又说想尝试一下中医按摩。大胖媳妇警告他爸，中医按摩可是真摁，那可挺疼。我公公就问，如果按摩师傅摁太疼了，我想跟他说我不要疼的，我用中文怎么说呀？大胖媳妇说，我告诉你 ，no， 中文就是不 ，pain 中文就是疼。你如果觉得吃的太辣，你就要告诉他不辣；你如果觉得摁的太疼，你就要告诉他不疼。说菜不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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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胖媳妇领他爸去了。我觉得布莱恩他也是该，我一个中国人在旁边呢，他不问我，他问老外。我当时就知道过年的节目来了。不疼，不疼，不疼，不疼。师傅也是个要强人，这老外挑战我，嘴挺硬啊。大过年的，我不信我摁不死你。不疼。你们的力度不足，我不现在在家。不疼。大胖媳妇吧，倒是真没有故意坑他爸，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。布莱恩疼哭了。布莱恩跟大胖媳妇说，咋回事呢？这师傅你越跟他说不疼，他咋越使劲呢？大胖媳妇说，谁到了？这师傅咋能听明白中国话似的呢？不疼。哎呀，你不能想象，昨天我老公背着我出去让人偷拍了，我很震惊。他现在在大学上课，5点下课，天天6点50左右回家。我还问过他怎么这么晚回家，他说堵车。结果昨天6点，我同事下班在小区门口看着他了，给我打电话说，姐晚看着姐夫了，在俺小区门口。当时我脑袋嗡一下的，我说旁边有女的没啊？我同事说，姐我给他拍下来了，你自己看吧。结果哎呦我的妈！是有女的，不少呢，不少呢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大胖媳妇曾经其实底子还不错的，她经历了什么呢？她来中国之前155斤，不光瘦了，还有腹肌。这一切都发生在08年奥运会那年的夏天，她来了一趟中国，14天胖了20斤，那肚子回加拿大他妈以为她肝腹水了。当时呢倒也还好，回到加拿大很快就瘦回来了。但是人就从此不对了，辗转反侧，夜不能眠，脑袋里就俩东西，一个锅包肉，一个烤冷面。最后决定要来中国申请研究生，第一次还没考上，但是不气馁，裸来，在中国考研不到1年，从155考到了180。所以我当时见着他的时候吧，他是个胖乎小伙，还不至于是大胖媳妇。再后来认识了我，2010年大约在冬季，他来到了东北，锅包肉的祖籍。在这里啊，他的每日例汤就是铁锅炖大鹅锅底那个汤，每日的晚餐沙拉是麻辣拌。还问我妈说，我每天喝汤吃沙拉，怎么越来越胖呢？晚上饿急眼的时候还老摸黑去贡品台跟我姥爷请糕点。那一个寒假他骤胖到什么程度，我只能这么跟你形容吧，就是离开东北之后，我们涂抹了很多药膏，才缓解了他的妊娠纹。从此颜值这不就一去不返了吗？随着体重越来越胖，头发也越来越少。我有时候看着他心里可不是滋味的，但是你要让我花钱帮他捯饬呢，我还舍不得。想用我的复原蜜，我更舍不得。尤其这个季节脸皱非常干，抗老修护更明显。上妆之前在粉底液滴两滴复原蜜，那底妆非常服帖，配合双效精华，用脸更细腻光滑。然后他这不是上大学当老师去了吗？今天他 U 盘坏了，我让我同事给他送一下。我同事到了，在食堂见着他，回来跟我一顿告状，说姐夫11点半下课，先吃的东区食堂，下午的课在西区。姐夫2点上课之前，西区又
造一顿呢。而且我同事跟我说每顿饭哈，咱不说别的，食堂给的那个取餐呼叫器，姐夫揣一兜，别人是手里一个，小震，姐夫那被震的脸蛋子都哆嗦了。别人午休自习，他午休吃席呀，吃席呀。一个人如果真的自信，他到底能有多快乐？昨天我们要去拍大胖媳妇去接拿铁放学，在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大姐，就看了他几眼。大胖媳妇很坦然地接受了大姐的凝视，然后转头跟狗说：“对我就是明星。” Yeah, I'm a star. 关键是人大姐压根儿不认识他。哎，那个女士是俄罗斯人吗？是俄罗斯人吗？他没有在故意出梗，也没有在开玩笑，他就是这么自信。他对自己的认知跟现实是有很大偏差的，所以他这么快乐。前一阵我劝他去健身房锻炼锻炼，他回国之后又胖不少。我说你好歹的控制一下，他就每周去健身房，1周4练，坚持了2周之后又胖了4斤。然后我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，他就老跟他一起去健身房。我就问我这朋友，我说你姐夫1周4练1斤没掉，你下次去的时候帮我观察一下，完你告诉我一下你姐夫到底是咋练的呗。根据一线记者发来的报道啊，晚上7点半时许，大胖老师出现在了健身房，一共待了50分钟，30分钟在放松和拉伸，时不时会对自己健美的身材陷入沉醉。半小时后，大胖老师终于蓄势待发，走向了器械区，开始刷抖音。我朋友说，姐夫呢，器械几乎做了1遍，动作几乎一下没练。你别看他偷懒不上重量，但是所有的领域人都涉足呢。器械完人还有氧，在跑步机的时候还给我发来了一个图片，今天燃烧的卡路里。但是我从前方记者的实况转播里都看着呢，不光说那个不是他自己跑出来的卡路里，他还在跑步机上点外卖。我仔细一拉画面，还能看出来点的是腰子，点的是腰子。回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是咋健身的视频我都看着了，那你干啥去了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你非让我去吗？不是，我一直不理解你为啥让我锻炼身体。我尤其不懂的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老是嘲笑我肚子大？说实话，每次站在镜子前，我自己看自己肚子，刷屏啊，刷屏啊！我实在是无奈，我就跟他说，不行，你就在家做做家务得了。咱家有大卫平板拖把、5重刮刀，刮水贼干，加厚棉布，吸水力强，高处角落都能清，一把拖把全搞定，沉浸式家务体验，这样既能消耗卡路里还不累人，两全其美。他不光觉得自己是明星，觉得自己肚子刷屏，还觉得自己汉语贼好，在老外中属于佼佼者。结果昨天遇到中国人一个小小的用词上的区别，他又翻车了。我同事郑州人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想给他让个座，郑州人呢管这个位置啊，他叫味儿。我同事就跟他说，你坐这儿这有味儿。结果他告人家，我知道是我放的。来这边大味儿。前天大胖媳妇自己攒钱掏钱给俺家买了台车，从上个月开始，他就天天跟我磨叽要给自己买台车，每天睁开眼睛就刷测评，追求的风格是低调但是吸睛，谁也不敢惹。但其实我完全就没当回事，我知道他存款多少，连个报废的捷达都买不起。结果前天我刚下班，我同事跟我说姐夫给我们都打电话了，说让你准备好，他提车了，今天要接你下班，然后带你去兜兜风。然后姐夫真的来了。来这吧。差点给我推沟里，然后在路上他们的姐夫给我讲了，这是他偶遇的一个老头卖他的，跟我说那个老头特别好，他卖别人2000他都不卖，就看我这个老外识货，觉得跟我有缘，卖我800，以后我就开这车，咱家正好有停车位都没用上。我说咱家停车位旁边停的车是迈巴赫，你停迈巴赫旁边啊？他说多般配啊，他是迈巴赫，我是卖800，卖800。我刚开始还有点生气，后来我想随便吧，他快乐就行。结果好景不长，晴天霹雳，昨天他想开他的豪车去买菜，被保安给拦住了，警告他说他开的这个车现在是过渡期，让他注意，他这个车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，也就是说他买了台车还剩21天可以开。我一听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生气，你说买个车就剩21天，砸手里了。没想到他的第一反应是，那就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仅有的21天吧，让这个车被废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死得其所，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然后就开始天天开，每天北门接早达，南门接张大铁，还帮物业送过2趟电闸钥匙，一天给他乐坏了。但这个车一开快，他漏风，他还舍不得买个新羽绒服，穿那个旧的冻的不行。我说你去抖音商城双12好物节呀，现在活动便宜不少，我给你买这件才不到600，点商城或评论区棉袄棉靴这些冬日超值好物都每买150减20，特划算。为了完美利用这21天，他去接张大铁放学都得先在幼儿园门口过3遍。爸爸去哪里了？爸爸去哪里了？主打一个三过校门而不接，子欲上而亲不待，亲不待，一天天的开的老开心了。我看着他开心，我是尊重，但有时候我确实也憋不住，不得不实话实说。他开车让我在道边看他，问我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车像一个行走的大头贴？你在外面看就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有点快乐。我说我说句实话啊，你吧把车装太满了。我们从外面看呢，感觉这车像行走的另一种照片。从这个车旁边过，你说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快乐呢，不是很恰切。更准确的说，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安闲，安闲。